前搭档邓伦被封杀，杨紫上网宣传新剧被喊话，一定要遵纪守法。3月15日，由杨紫、肖战等人主演的电视剧《请你一生一世》终于在万众期待中开播，现在已经顺利播出，该剧的粉丝们彻底放心了。在电视剧播出的当天，主演杨紫多次上网为该剧打 call。她不仅发长文回忆拍摄《余罪》时的心情，还录制视频进行宣传，可以说是相当用心了。15日晚，小猴子在其视频账号上更新了一条动态宣传新剧。在动态中，小猴子扎着双辫子，身着白衣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青春的少女感，漂亮又讨喜。而当他说出“我是林志炫”时，瞬间打破了防线。此外，小猴子还在剧中放出了几个小片段，每一帧都是那么吸引人，让人挪不开眼。小猴子一直是偶像派，也是实力派。我相信在《余罪》中，他一定会再次给大家带来惊喜。句号。看到小猴子的消息后，粉丝们纷纷赶到评论区给予支持，但最热门的评论吸引了足够的关注。只见这位粉丝写道：“亲爱的阿紫，你一定要遵守法律，该交税的时候就交税，爱你。”可见，在征税问题上，粉丝们也是心疼偶像的。看到这位粉丝的留言后，其他粉丝也纷纷响应。小侯爷是民法大使，也是消防大使等。小侯爷的父亲曾经是消防员，爷爷还是个爷爷，是个援藏人员，藏族工程师。因此，小猴子的家庭充满了正能量，粉丝们也相信小猴子绝不会犯法。也有粉丝喊话说，杨紫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员工，不允许他们在背后做坏事。而粉丝们为什么突然发出这样的言论，这就不得不提到杨紫的前搭档邓伦。15日，邓伦因偷税漏税被追回并被罚款1.06亿元的消息在网上引起热议。据官方媒体报道，邓伦在被提醒和督促后仍未彻底整改，于是依法对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税务检查。消息曝光后，邓伦首次通过个人社交账户进行了道歉。他直言不讳地接受了税务机关的所有决定，并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和后果。邓伦发表道歉信后不久，他的许多个人社交账户和工作室账户相继被禁名。不仅如此，各大官方媒体也对邓伦的逃税行为进行了评论。可以说，偷税漏税之后，邓伦的星途被彻底断送，这也是他不守法的后果。邓伦曾经因为与杨紫合作出演电视剧《甜蜜蜜像霜降》而走红。如果不是这次偷税漏税事件，他的明星生涯应该是非常美好的，这实在是令人尴尬。我想来看看小侯爷当年的搭档因为偷税漏税被全网封杀，所以粉丝们才会如此担心地提醒他守法，大家太用心了。当然，正如粉丝们所说，小猴子一家都是正能量的代表，相信小猴子不会让大家失望。所以，让我们一起支持小猴子的新剧。02从交通小众到毁灭未来，邓伦堕落的背后离不开4个女人。3月15日，邓伦偷税漏税被罚1.06亿被追回的事件被曝光，瞬间引爆全网。谁也没有想到，邓伦这个曾经风靡网络的美男子，竟然走上了这条道路，并戛然而止地毁掉了自己的大好前途。据央视新闻报道，上海市税务局在2021年发现邓伦有偷税漏税行为，随后相关部门多次督促其整改，但他仍不为所动，最终将受到处罚。从雪梨到魏雅，从范冰冰到邓伦，从娱乐圈到网络红人圈，都是高收入人群，为什么要知法犯法？说白是太贪心了。邓伦作为近年来的一线男星，前途无量，但为何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最终毁了自己的事业？邓伦1992年出生在河北石家庄。据悉，邓伦的父母都是军人。由于工作繁忙，他一直在爷爷身边长大。虽然爷爷是个知识分子，但他从小就被教育要好好学习，将来报效祖国。但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，邓伦到了叛逆期后很难管教。青少年时期，邓伦喜欢打篮球，听周杰伦的歌，他根本无心学习，成绩一落千丈。
但是因为长相英俊，追求邓伦的女孩很多，因此他在中学时也留下了“我不在石家庄”的名言。进入高中后，邓伦认识了一个叫徐小璐的女孩。徐小璐不仅长得漂亮，气质好，而且会跳舞，会弹古筝。她很有艺术细胞，间接影响了邓伦。以邓伦的成绩，根本不可能被大学录取，但在徐小璐的影响下，邓伦似乎开窍了，决定去读艺术学校。本来他的目标和徐小璐一样，都是要去北京电影学院，但最后邓伦很遗憾自己没有上榜，只能去上海戏剧学院。他也很遗憾与初恋女友错过了。两人考上大学后，这段纯洁的感情却因为距离而分离。徐小璐的艺考成绩很好，同时被几所艺术院校录取，但她最终选择了北京电影学院。遗憾的是，毕业后的徐小璐虽然自身条件很好，但一直没有过硬的作品。直到邓伦走红后，她才引起外界的关注。想当年，是她影响了邓伦的命运。谁能想到，多年后，他的命运发生了逆转，只能依靠邓伦的知名度来获得一些资源。2011年，邓伦进入沪剧表演班，他的同学有郭晓婷、王宇、王莎莎等人，后来都成了知名演员。邓伦在进入剧院之前完全没有表演经验，所以进入大学后，他的成绩一直在班上垫底。但在这种艺术氛围中，邓伦逐渐明白了形象对一个演员的重要性，开始懂得打扮自己，外貌也直线上升。2012年，正在读大二的邓伦陪同学去参加花非花雾非雾的试镜，没想到他的同学没有被选中，他却被选中了。后来，邓伦又反复试镜了几次，才被选中在剧中扮演徐浩。也因为这个，他认识了杨紫。几年后，在杨紫的帮助下，邓伦成为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男主角，一举成名。但在这之前，邓伦的运气一直不好，只能靠拍广告养活自己。有时拍了几天才赚1000元，有时1个月都没活干，只能到大剧组去耍耍。小时候，邓伦在《新京华烟云》和《叫我灰姑娘》中客串过，但由于戏份不多，根本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。到了大4，邓伦在《代驾老爸》中客串了一个角色，还是不温不火。不过，因为这部戏，邓伦认识了女演员白惠子，然后开始了新的恋情。白惠子也是石家庄人，她在2006年通过参加《红楼梦》的试镜而出道。她还深深卷入了美女睡红楼事件，当时的丑闻满天飞。然而，白惠子对落选感到后悔。后来，她在2009年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，还和周冬雨竞争《山楂树之恋》的女主角，可见她的外形并不低。然而，这样一个有学历、有长相、有身材的女演员，却一直不温不火，只能在各大影视剧中客串。这种情况令人尴尬。邓伦认识白惠子后，一方面是同乡，另一方面都不甘心，特别是有共同语言，就走到了一起。然而，这种关系只持续了1年多，就以分手告终，两人分道扬镳。后来，邓伦认识了一个叫周楚楚的女演员，两人也有过短暂的关系。当时，周楚楚经常在微博上发布邓伦的照片，包括一些亲密的照片，但最终分道扬镳。2015年，邓伦从上戏毕业。首先，他在罗晋和王丽坤主演的《封神榜》中扮演诱人的王子徐。他帅气的扮相让很多人惊艳。后来，邓伦还参加了15年等待候鸟、火烧眉毛的地方白鹿原等，演技也在一点一点的提高。刚刚出道的邓伦非常珍惜每一次演戏的机会，在剧组里总是谦虚的请教。他真诚认真的态度得到了很多前辈的称赞。不仅如此，在娱乐圈打拼多年的邓伦也褪去了青涩的青春，多了一份男儿气概，其外形也得到了很多女粉丝的认可。2016年，因为遇见你、欢乐颂2毕业季等，慢慢打开了邓伦的名气，为他后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。特别是在欢乐颂2中，邓伦和杨紫走到了一起。作为老熟人，两人年龄相仿，来往后成为好朋友。
2017年，杨紫签约《甜蜜蜜如霜》后，小猴子向剧组推荐了邓伦，邓伦迎来了事业的转折点。在这部电视剧中，邓伦饰演的是骄傲而深情的徐峰。无论是外形、气质、角色设计，还是演技，他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，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。也是在拍摄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时，尚未走红的邓伦与金晨再次走到一起。5. 邓伦和金晨也是因戏生情，但当时邓伦的人气远不如金晨。金晨在2011年出道，客串过很多电视剧。2015年因为《武林外传》走红，人气一直很高。在他们的关系中，两人一直很神秘，根本不敢公开他们的关系。直到被媒体拍到两人多次约会后，才慢慢公开了两人的关系。有一段时间，邓伦每天都在微博上发早安书，每天都向金晨秘密表白，让网友们吃了不少狗粮。然而，当邓伦因为《甜蜜蜜如霜》爆红后，两人突然宣布分手，给外界留下很多猜测。有人说是邓伦走红了，所以甩了金晨；有人说是金晨和韩东君在一起了，所以才甩了邓伦，众说纷纭。后来，记者们不死心，不断追问邓伦和金晨的情况。邓伦无奈地回答：“我们不可能再在一起了。”至此，两人之间的事情告一段落。在爱情上受挫，在事业上成功。此后，邓伦身价暴涨，代言费飙升至数千万，在综艺节目上的身价更是高达数元，1000万。也是在一夜走红之后，邓伦似乎忘记了自己做好人、认真做事的原则，慢慢走上了歪路。6. 2017年以来，邓伦似乎尝到了走红的甜头，他不再愿意认真拍照，而是成为了综艺节目的常客。在《跨界歌王》《爸爸去哪儿》等热门综艺节目中都能看到邓伦的身影。因为邓伦频繁出现在综艺节目中，他早期的一些粉丝甚至流失了很多，因为大家都觉得邓伦一走红就飘了，根本不认真拍戏。2020年8月的一天，邓伦粉丝流失的话题突然出现在热搜上，大家这才发现邓伦已经很久没有新作品了。回顾2017年至2021年，除了与 Angelababy 合作的《我有一个真正的朋友》，与李一桐合作的《海棠花开雨过天晴》，与马思纯合作的《来吧，你是最棒的》，邓伦似乎再也没有新作品了。在电影圈，邓伦终于出演了郭敬明的《清雅集》，但因为抄袭而被下架，最后无疾而终。本来一夜爆红是件好事，但邓伦忘记了自己的初衷，一心想着赚钱，终于走上了歪路。众所周知，拍摄电视剧和电影需要1年半的时间，而录制综艺节目只需要几天就能拿到几千万的收入。可想而知，为了资本利益，明星们会如何选择？痴迷于赚钱而忘记初衷的邓伦，终于在膨胀的野心和无尽的迷茫中被摧毁。邓伦逃税1.06亿被曝光后，他也立即在微博上发表了道歉声明，同时表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。有趣的是，邓伦还加了一句将一如既往的积极工作。换句话说，个人账户和短视频账户被封的邓伦，还有机会积极工作吗？除了账号被封，与邓伦合作的10几个大品牌也宣布与邓伦终止合同。邓伦在后续的工作中需要面对巨大的索赔，他的生活肯定很困难。他参与的《密室逃脱夜行者》《毕业季》等正在热播的作品，在后续也将成为未完成的作品。真是可惜了你和后台的工作人员。既然已经成为公众人物，就应该遵纪守法，诚信纳税。一旦落入钱老的眼里，就会忘记自己作为艺术家的初衷和社会责任感，迟早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